英国作为曾经的世界霸主，在原来更是有着日不落帝国的称号，再加上跟在美国身后到处耀武扬威，这些年英国也有些不甘寂寞，想恢复自己以往的荣光。可是英国人嘴硬好面子，现在自身实力又比较拉垮，屡屡闹出不少笑话。前段时间刚刚由于自己人员的失误，导致从美国租借过来的 F-35战机还未起飞成功就石沉大海，最后经过近2周的时间才确定战机坠海位置，正准备进行打捞，却发现 F-35战机的关键部件全已消失不见，再一次成为了国际上的笑料。或许这么多年英国被全世界当成笑话也已经习惯了，所以英国并不在意这些流言蜚语，毕竟只要英国不感到尴尬，尴尬的就是其他国家，所以证明英国已经把脸皮练的是刀枪不破的地步了。但是英国似乎还想继续证明自己的强大，在近日英国又发表惊人话语。据媒体报道，英国国防部有消息人士宣称，英国军队正在装备新型的防空系统，该系统拥有极为先进的技术，能够迅速地增强英国军队的防空能力，到时候可以有效地针对俄罗斯最新的隐形战斗机苏57。英国的国防部高级官员也表示，最新的防空系统能够击落所有想要攻击英国的敌人，甚至能将俄罗斯的最新隐形战机苏57全部报废。我们将这种新型的防空系统命名为天空军刀。据说英国的这个新防空系统能够同时发射24枚防空导弹，轻易地摧毁军用战机、无人机等空中目标，还能用激光制导智能的防御导弹的袭击，甚至还能够有能力击中高超音速的武器。英国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看来吹牛的功夫确实又进了一步。但是这英国口中所说的，我们是一个都不敢相信。你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如此先进的防空系统，就连俄罗斯都不敢说自己最新的 S-500防御系统有这么牛掰。估计这要是被美国听到了，美国真的要泪流满面。原来自己花费巨大的时间和资金寻找的对抗俄罗斯最好的武器，竟然在英国人的手里。这样看来，英国人确实是做到了美国都不敢做的事。这何止是美国不敢做的事，这估计是美国想都不敢想的事。英国要是真有这实力，还跟在美国身后干什么？自己出来当世界老大不香吗？其实根据可靠情报显示，这种防空系统是英国在2010年开始研发的，现在还只是在测试和试验阶段，只是在英国、西班牙等国的海军军舰上安装了一些，用来检验实战能力。美国呢更是瞧不上英国的这种防空系统。英国吹了半天，原来是这么一个玩意儿，确实要佩服英国不要脸的勇气。但是这防空系统还只是测试阶段，说不定英国在拿着继续升级和改进，或许多年以后真的如他所说有了这种能力呢。毕竟你永远叫不醒一个在装睡的人。在今年的5月份，新一代的载人飞船实验船就已经被长征5B运载火箭推送至了太空，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据了解，该载人飞船实际上是为了载人登月而准备的，长8.8米，重量约22吨。不过这只是目前的版本而已，后续经过各种各样的升级，登月版本可能会略重一些。毫不夸张地说，登月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现阶段内最期待的飞天梦，而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只要制造出登月火箭和登月装备，中华民族就可以实现登月的梦想了。需要知道的是，虽然我们现在还未登月，但是对月球的探索我们很早就进行了。截至目前，嫦娥4号和玉兔2号月球车已经完成了第37个月昼的科学探测，累计行驶里程7000千米。而在这37个月昼的探索中，玉兔2号在月球表面发现了不少有意思的现象，这次的新发现更是引发了众多热议。中国航空的官方公众号我们的太空公布了一段玉兔2号在月球上的第36个月昼的探险之旅。在这次的旅程中，玉兔2号首先是从一个陨石坑包围的复杂地形中飞过，并翻越了玉兔2号抵达月球以来最大的陡坡。在顺利爬过陡坡到达新的休眠点后，玉兔2号实施了周遭的天际线环拍。当这一次的环拍顺利传输回地球后，相关的工作人员例行将照片进行了放大处理。在放大后的照片中，研究人员发现北面天际线处有一个突兀的立方体物体，这立方体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小屋，所以研究人员决定待玉兔2号休整完毕后，将前往神秘小屋一探究竟。预计经过2至3个月白天行驶，即可到达目的地。值得一提的是，在看到这一神秘小屋后，微博以及推特上的网友纷纷脑洞大开，甚至还有好事者称月球还真有广寒宫。这回广寒宫遗址被发现，那月球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固有领土实锤了。不过网友们的猜测最快也得2022年2月份才能应验，因为想要看清楚这神秘小屋上有没有刻着广寒宫3个字，玉兔2号得往前行驶80米，而玉兔2号在每个月昼期间行驶距离最多不超过30米。所以说想要看清楚神秘小屋的庐山真面目，至少得等3个月。虽然我们的内心中都非常明白，网友对广寒宫大多都是调侃之言，可抱有期待，探索未知就是我们探索月球的目的所在。
算算时间，利图2号估计此时此刻将驶向神秘的小屋，相信他也和我们一样对小屋充满了好奇。近段时间以来，美国看到中俄两国的迅速发展后，就开始不断想方设法对中俄两国的发展进行干扰。主要原因有2点，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习惯了这个世界美国最大的思维模式，所以看到中俄两国的实力不断变强之后，就开始心存嫉妒。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中俄两国的实力感到了恐惧，美国政府害怕如果不做点坏事儿，阻止中俄两国的发展的话，过不了多久，中俄两国的实力就会超越美国，从而对他们在全球的地位产生威胁。在这样霸权野心的驱使下，他们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来遏制中俄两国前进的脚步，其中军事干扰就是美国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在我国南海派军舰军机进行了无数次的军事干扰后，现在又对俄罗斯开始干扰了。据消息报道，美军在11月末就宣称要在黑海部署阿利伯克号驱逐舰队。对于这样的挑衅，俄罗斯自然是不满，为此俄方还强烈怒批美国是在加剧黑海的紧张局势。不过态度向来强硬的俄罗斯面对美国的挑衅，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就这样算了。因此在美军舰进入黑海部署之际，俄罗斯就先下手为强，派出了20多架军机在黑海举行对海导弹开火打击演练。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俄罗斯黑海舰队在黑海发射了火箭弹和导弹。随后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新闻办公室表示，黑海舰队此次演练的军机有包括苏30 SM 多用途战斗机、苏24战斗轰炸机在内的20多架战机，机组成员完成了对目标区域的轰炸打击，还向沿岸和海上目标发射了火箭弹。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很明显俄罗斯这次举行演练的目标完全是针对美国的。也正如俄罗斯所言，美军在黑海的军事行动只会让黑海的局势不断升温，因为俄罗斯向来都是有仇必报的国家，即便是美国也没有商量的余地。而且当前美国针对中俄的动作也是屡见不鲜，所以美军这样只会增加两国之间的矛盾。不过像俄罗斯这样强硬的态度，或许才是美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因此我们有时候也应该适当的学习。总之，我们还是奉劝美国早日从自己的美梦中清醒为好。妄想用一些阴险的手段迫使中俄两国能够屈服的话，只会把自己推向深渊，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众所周知，在高新技术领域，美国对我们的压制算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动不动就能看到美国为了打压中国的高科技方面而做出的新动向。不过这种打压行为倒也不奇怪，毕竟中国早已取代了俄罗斯，也成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当前拥有保护先进技术的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将中美高科技竞争的重点缩小到了5个关键的高科技领域，这5个领域分别是生物技术、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以及自主系统。这5大高科技领域，在美国的情报官员看来，是否能让中国赶上或超过美国，决定中国能否成为超级大国的主要因素。不过，对于并不以超越美国为目标，而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我们来说，在高新技术领域超过美国始终都是次要的，中国统一才是让中国再次屹立世界之巅的关键。这一点，美国高层心中十分的清楚。为此，在参加国防论坛期间，美国防长奥斯汀重点谈到美国对华军事政策。发表讲话时，他认为解放军在台海的密集行动就像是在预演对台战争，并再次重复美国有义务帮助台湾提升自主防御能力的陈词滥调。对于他的这一说法，解放军直接用行动做出了回应。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日前中国海军的第2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已经出现在东部战区海军基地。毫无疑问的是，这艘075型两栖攻击舰首次面试就是在东部战区，说明它未来大概率将在东部战区服役。这则新闻曝光后，美媒终于惊醒了。在华盛顿邮报看来，武力逼中国妥协就是白日做梦，075给台湾带去的压力将比航母还大。确实，对岸离我们的机场并不远，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与战机在地面上起飞并没有什么不同，对台防务部门的威胁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哪种方式，解放军陆基航空兵起飞后都可以迅速的飞抵对岸的任何一点。而075两栖攻击舰虽然空中作战能力不强，却能投入地面部队实施地面进攻，这才
才是最致命的。但要知道的是，这是075的优，同时也是075的劣势。能够大规模的投入地面部队，那就意味着075很难进行远洋活动。不过有前一点优势的存在，那对于我们来说就够了，因为在台海问题上我们绝不会妥协。然而美军却恰恰相反，明知中国不会妥协，却还在翻底牌。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美国的对台战略正在逐渐清晰化。近来美军亮出大动作，一度在挑战俄罗斯底线。无论是美军军机抵达俄罗斯家门口，还是美军军舰不断出入黑海，都在表明美国想要加剧每个冲突。而美国敢如此做，就是料定俄罗斯只敢在口头上进行警告，而不会在行动上给予回击。只是随着美军举动逐渐过火，以及俄乌冲突的不断升温，美军似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据悉，美军军舰在黑海蠢蠢欲动，一度使得俄罗斯极度不满。在美国打算在黑海展开下一步行动的时候，20多架俄军机亮相于黑海，并成功投射火箭弹和导弹，大有一副要把美军军舰打出黑海的趋势。俄军声称这是在进行冬季训练，并对海面存在的假想敌进行有力打击。虽然俄军坚称这是常规操作，并不针对美军，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俄军这就是对不断逾越黑海底线的美军发出警告。如果美军不停下手头的行动，俄军就不只是在手头上说说，而是在行动上给予打击。俄方直言，对于美国在黑海刷存在感的举动，俄军已经有所行动。面对进入黑海的美军，俄军会进行全方位跟踪与监视，从而避免美军做出不利动作。事实上，对于美军出没于黑海的目的，不只是俄罗斯深知其中的利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军在黑海行动就是想要解决顿巴斯冲突。相关人士对此分析，美军这种企图采取切香肠的方式，并想不断试探俄罗斯底线的行为是一种愚蠢的做法。目前来看，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挑衅性行为不仅没有达到其设想目的，还让局势进一步紧张化。美军不断靠近俄罗斯海域并试图侵犯国界的行为，也遭到了俄军的果断反击。目前来看，美俄战争警报已拉响，俄乌边境局势进一步僵化，俄乌双方都在给出警告，称对方在边境增兵举动早就造成了局势的不稳定。如果俄乌两者真的爆发全面战争的话，美国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基本就是会正面介入俄乌冲突之中，这是美俄两者都明了的事。毕竟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宣称俄军在俄乌边境进行军事部署，并呼吁大家共同抵制莫斯科。不过，不只是美国表现得对俄罗斯有如此大的敌意，俄罗斯同样也对美国透露出强烈的不满。俄军硬气的行为早就表明，开火警告只是前戏。如果美军还是执迷不悟，进一步越过俄罗斯红线，其结果可想而知，俄军一定不会轻易松口的。